它的指甲比你的手还要长，最长的有20厘米，小拇指的指甲最正常，看起来却显得格格不入。他说小拇指是专门抠鼻屎的，他淘米时不用手，2根指甲勾搂勾搂就淘洗干净了。开火时用手背，打鸡蛋也是小菜一碟，吃饭也能熟练的使用筷子，但我感觉筷子有点多余啊。电脑打字用铅笔，剥橘子就要用镊子，戴手套也难不倒他，把手套剪个小洞就行了。金刚狼见了都直呼内行啊。他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一瓶指甲油只够用1次的，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以防在睡觉的时候折断。出门上街必须要把指甲护在胸前，回头率那是100%，路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大姐不仅指甲长，头发也很长，头发都能拖到地板上。我觉得她演梅超风都不用化妆，即使是周围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姐也会被吓到。邻居都想不通大姐为啥要留那么长的指甲，原来大姐从小就爱臭美，最喜欢做的就是涂指甲油。有一天晚上做梦，梦中人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否则就会遭遇不幸。刚开始大姐也没当回事，这不就是个梦吗？但是每当她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剪完指甲就会生病，后来就开始一直留指甲了。为了让自己的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大姐来到美甲店，店主刚开始也被吓了一跳。店主在大姐指甲上画上图案，这样就显得可爱多了。大姐说会一直留着指甲，准备以后出演梅超风。和大姐一样，下面这个男人50多年没有剪过指甲。大叔从小就没有指甲，不仅如此，他连脚指甲也没有，掉在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对他来说，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更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拿不住玻璃杯，杯子在他手里反复滑落。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怎么可能没有指纹？节目组仔细观察，大叔的指尖确实非常光滑。节目组和大叔一起按手印，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没有任何纹路。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他是一名汽修工，工作需要一直动手，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他的手上布满了伤痕，即使这样，他也工作了30年，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指甲，医生说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皮肤病，简单来说就是皮肤黏膜很容易起水泡，而且是遗传性的，没有根本治疗的方法。所以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看到女儿有着正常的指甲，大叔激动的哭了，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大叔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女儿也很懂事，会帮父亲包扎伤口。我觉得大叔可以去做个美甲，就是贴个假的指甲，可能会好一点。和大叔一样，下面这个女孩从小就与众不同。女孩长了满脸的胡子，又粗又硬，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不仅如此，她的2个妹妹也长了满脸胡子。奇怪的是，她的2个姐姐却是正常的，而且她妈妈脸上也是干干净净的。妈妈说她们刚出生脸上就有胡子，可能是遗传他们的父亲。照片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去世的父亲就是满脸胡子，但只有最小的3个姐妹遗传了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她们也尝试过刮胡子，但是越刮长得越浓密，全身上下厚重的毛发让她们很痛苦。同学都嘲笑她们是猴子，这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他们变得抑郁焦虑。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毛发摧毁了他的梦想。为了让2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他带妹妹来到医院，医生拿放大镜仔细检查，说就算是遗传，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医生给他们做了激光脱毛，但很快胡子又长了出来。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研究所，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但只要有希望，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那最后就祝他们早日恢复正常，继续追逐梦想。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是一棵会生钱的树，每天都能在树下找到1枚硬币。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币，很奇怪，都是50的。店主说2个月前打扫卫生时，在店门口的树下意外发现的，之后每天都会出现1枚硬币，他也不敢用，只是把硬币收集起来。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象征着家族兴旺，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的硬币。这种说法还是挺靠谱的，毕竟我们这边也有许愿丢硬币的做法。奇怪的是，附近其他柿子树下面却找不到任何硬币，只有他店门口的树会这样，这就有点诡异了。店主很焦虑，这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
虎施法吗？节目组安装了摄像头，想要找到丢硬币的人。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位可疑的大妈出现了。她不经意地路过柿子树，随手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节目组迅速出击，面对质疑，她却说什么硬币不硬币的，我丢的是一片树叶。原来大妈喜欢闻树叶的味道，时间一长，树叶的味道就淡了，自己就随手丢了而已。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是这位大妈。节目组决定继续观察，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可疑人物。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到树下一看，再次发现了硬币。节目组赶紧调监控，发现了一个行为可疑的大妈。她在早上5点的时候有目的的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随后匆匆离开。店主看到这一幕讲话了。原来这个大妈是收废品的，每天都会来店里收废纸箱。为了确定丢硬币的是不是她，店主在一枚硬币上做了记号。没一会儿，大妈又来收废品了，随后在店里买了一杯咖啡。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她。大妈刚出门就把硬币丢在了树下，随后店主找到硬币确认了，一直丢硬币的人就是废品大妈。节目组赶紧追了上去，大妈也承认了，丢硬币的就是自己。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而且还不要钱。为了感谢店主，又怕店主不接受，才会偷偷的把硬币丢在树下。至此真相大白，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大妈最后也向店主解释了一切，和废品大妈一样。下面这位大妈也有反常行为，大妈交不起水电费，却每天给陌生商贩送钱，每人大约给2万，而且还不买东西，不要的话她会把钱丢进下水道。市场里的商贩都无缘无故收到过，就连街头卖菜的大爷大妈也收到过。这种奇怪的行为每天都会上演，而且最近金额也在变大，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万。大妈送钱也从不废话，丢下钱就走，假如一天要发10万，一年就是3600万。有人认为大妈可能中了彩票，然后想做善事回报社会，不然普通人根本没这么多钱。节目组在他经常发钱的路口安装了摄像机，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个拉着购物车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出现了。她先来到银行取钱，取完钱随手把一些钱送给了旁边坐着的老太太。老太太说真的奇怪，我都不认识她啊。大妈刚离开银行就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发完继续去下一个地方。节目组追上大妈想了解下情况，大妈发现了摄像机，拉着购物车就溜了。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买了几个汉堡后给旁边的人分了几个，路边树底下丢一个，剩下的直接丢进了垃圾桶，这多少就有点浪费啊。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大妈同意让节目组跟她回家。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她家里很破，而且家里只有大妈一人，那她为什么要给别人送钱？大妈却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给别人送过钱。交不起水电费的大妈每天却给陌生人送钱，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大妈却说自己没有给陌生人送过钱。节目组说我们都拍下来了，就是你啊。大妈改口说自己是奉命办事的，是大山守护神让自己这么做的。然后大妈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越说越玄幻。节目组还发现她家一直没有交水电费，大妈的存折上也只有几万块，看起来生活本身就很困难了，根本不足以支撑她每天出去送钱。这时大妈又说自己把股票卖了，但看起来像是临时编的谎话。第二天大妈又去了银行，把刚取出来的15万直接放在大厅的凳子上，谁想要谁要。节目组把钱收起来还给大妈，大妈突然哈哈大笑，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这种反常举动，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看医生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的情况，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节目组想要说服大妈去医院，还是被拒绝。接着大妈还哭了起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劝说，大妈同意去医院。一番交流过后，魏浩宇医生认为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时还出现了幻觉，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医生建议大妈要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感受。街道办事处表示会帮助大妈，给她温暖，让大妈感受到被爱。曾经收到大妈钱的商贩也表示会把钱还给大妈，希望她能好起来。至于她的钱到底哪里来的，节目中也没说明白。就这样吧，如果现实中遇到这种送钱的人，你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的，请叫上我，谢谢。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女孩每天流出红色的汗，即使气温接近0度，她却热得受不了，额头上不停地渗出红色液体。仔细一看，妈妈却差点吓死，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后背都渗出了红色液体。红色液体分布非常不均匀，看着像汗水，但她又不敢肯定，人怎么可能会流血汗呢？拿上毛巾，赶紧给女儿擦身体，毛巾瞬间就染成了红色。把毛巾在水里洗上几下，一盆清水就变成了淡红色。妈妈这下慌了神，好端端的女儿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怪异症状？来不及多想，赶紧把女儿送到了医院。一番检查下来，结果却完全出乎了预料，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没有发现什么病症。悬着的心稍微缓和了一下，可万万没想到，当天晚上怪事又发生了，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身上再次流出红色液体，这红色液体好像有神奇的魔力。第二天女儿就突然好了，而且连续几天都没再冒出红色液体，女儿变得很正常。妈妈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流血汗没有任何规律，有时呢运动就会流，有时睡觉会流，如此反复无常的血汗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医生用吸管对血液取样，送到化验
化验室做检验，没想到啊，等待结果的同时，下面这位大爷又流出了蓝色的汗。大爷每天都会流出蓝色的汗，衣服上经常出现一片蓝色印记，把衣服泡在水里，清水瞬间就变成了淡蓝色。刚开始呢，妻子也没有多想，觉得八成是丈夫不小心染上了蓝色墨水，但她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事不仅没完，反而变本加厉。第二天，丈夫换下来的衣服上又出现了蓝色印记，接连几天都是如此，甚至床单上也开始出现蓝色印记。更奇怪的是，印记都出现在腋下部位，老两口彻底懵了，这蓝色印记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妈越想越奇怪，忍不住呢就闻了闻，哎，什么味儿都没有，难道是去外面晾衣服的时候被别人弄上去的？仔细想想也不合理啊，不可能每次都弄在腋下啊，难道真的是丈夫流出了蓝色的汗？大爷还说最近在吃一种降血压的药，怀疑是药物导致的蓝汗现象。随后我们陪同大爷去了同一家医院，医生表示药物中不存在使汗液变蓝的成分，接着也对大爷流出的蓝色液体做了采样化验，同时小女孩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结果显示两个人流出来的还真是汗液。医生判断他们的汗腺出了问题，导致了一种叫色汗症的症状，一旦汗腺功能失调，再加上细菌入侵，汗液就会在细菌的作用下导致变色，至于颜色有红色和蓝色的区别，可能和细菌不同有关。医生表示色汗症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伤害，随着汗腺功能恢复正常，色汗症的情况也会随之消失。他把生牛肉当面膜，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血水还不停地滴下来，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直接吃掉，边吃呢还边笑，还说敷完后皮肤光滑有弹性。更夸张的是，敷完面膜后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对皮肤很好。最急的人是他妹妹，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容易引来非议，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但他却并不在意，反而变本加厉，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敢不敢动。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覆满了生肉，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他却忍不住流口水，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记者含着生肉迟不敢吃下去，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检查是否新鲜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确认新鲜后直接买了一大袋，回家后简单调个蘸料就可以开吃了。因为吃着也很费钱，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等发工之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虽然吃的是烤肉，但从来用不到烤盘。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万块，然而一顿就吃了8万块的生肉。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两人来到一肉店开始了比拼。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蘸点酱油就开灶。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简单处理一下，抱起来就啃，一口下去还会爆浆。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这个山洞会流血，暗红色的液体瞬间就会把整个湖面染红，水面闻起来还带着一股血腥味儿。这种现象每月都会持续好几天。更神奇的是，即使在寒冬腊月，湖水竟然是温热的。当时就有人猜测洞里可能藏着某种大型的生物，是这种生物流血了。这一琢磨，马上就有年龄大的村民想起了当地一个传说，说是在很久以前当地大旱，老百姓都快渴死了，有一个叫李昂的教书先生在洞前找到了一眼神拳，用它救活了当地的老百姓。从那以后，李昂就化身成了一条龙，居住在洞里，而每当有灾难来临，就会流出血泪。在山洞旁边的神龙雕像，据说就是用来纪念李昂的。虽然在以前，村民对传说都是半信半疑，毕竟呢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没人见过真龙。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样的湖水，说不定洞里真有一条龙存在，搞不好啊还是一条母龙。就在大伙浮想联翩的时候，现场又发生了一件更加惊人的事，洞里竟然传来了小孩的哭声，这让村民倍感不安，都认为要有灾难来临。不少人还在雕像前诚心跪拜，祈求神龙息怒。说来也奇怪，祭拜的人多了以后，血水就突然消失了，而且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听说哪里发生过大灾。不过呢，还是有人不相信洞里有龙，他们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洞里一探究竟。随着船渐渐靠近洞口，水的颜色也越来越深，慢慢就变成了深红色。越往里走，心里越发毛，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怪物，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他们刚进入洞穴深处，就看到水面上突然闪过一个黑色影子，两人吓得落荒而逃。不久后，洞穴里再次流出血水，关于洞穴的流言又传开了，不少人言之凿凿，说这洞穴里肯定有龙。眼看这事越来越离谱，当地政府看不下去了，请来了地质专家。说来也怪，专家来了之后，他居然就不流血了，没有血水，只能先检测一下湖水。检测结果显示，湖水中的铁离子含量异常高。专家认为，既然湖水是从这洞里流出来的，那就要去洞里找原因。于是专家一行人坐船进入洞穴。随着他们不断深入，专家发现有一块岩壁的颜色明显发红，与其他岩壁一对比，那就更显眼了。用手在这块岩壁上轻轻搓了搓，竟然把岩壁上的红色物质搓了下来，而把红色物质放入水中，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专家研究了半天，说这个红色物质就是氧化铁，俗称铁锈，这就是形成血水的真正原因。原来在洞穴附近有很多铁矿，当地下水流过，就会把铁一起带走。一旦进入水中的铁锈增多，它就会出现流血水的奇观，而水中的血腥味其实呢就是铁锈的味道。大妈肚子里竟然长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见，甚至还有花粉，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连工作50年的医生都没想到，这竟然是由于一件小事造成的。大妈说最近肚子经常伴有一股钻心的疼痛，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肚子里生长。来医院通过胃镜一看，果然发现了异常。刚开始呢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但随着检查的深入，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花瓣花蕊清晰可见。检查的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长出来的，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正常来说，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很快就会被胃液消化掉。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询问了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最近呢在努力减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没事的时候就去修剪鲜花。然后我们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样。我们怀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在胃里正好开了花，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大妈还说自己修剪花朵的时候不断打喷嚏，这时呢医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医生说如果喷嚏碰脚打落了花朵，花朵就有可能掉进水杯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释，不足以腐蚀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医生还做了测试，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的水，随后吞下几朵花，接着来做胃镜检查。胃镜里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继续深入检查，但始终没有看到其他的花瓣，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属实罕见。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导致了这种巧合。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其实等到太阳下山，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师傅检查了半天，结果呢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心里头更加不踏实。大家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来了几个工人又开挖，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再一看温度计，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实在太远，属实不太靠谱。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一听这说法，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有人还闹着要搬家，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一番调研之后，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但随着坑越刨越深，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专家们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工人们搭起钻探架，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钻探结果表明，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
他把鞋油涂在脸上，连续10年，每天都要涂1盒，10年来没洗过脸，除了眼睛和嘴巴，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即使这样，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从1天涂抹1次，直到后来的1天涂1盒，边涂还边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就什么都不说，紧张地环顾四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说女人是他姐姐，询问姐姐情况，姐姐却越来越激动，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此时温度零下4度。节目组想要帮助他，却被拒绝了。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姐姐立马暴躁地哭了起来，还让节目组赶紧放他走。没办法，只好原路返回。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消失在了镜头里。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经常离家出走，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为了寻找他们，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一直没有回音，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在车站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姐弟俩。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姐姐还是没有说。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他决定洗脸了。鞋油成块的掉落，整整洗了3个小时，终于清洗干净，这样看着正常多了。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往他脸上涂鞋油，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慢慢的，为了保护自己，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哥哥脾气暴躁，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同意回家，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大妈脑袋里长了一块吸铁石，头上总会吸到曲别针之类的小东西，而且还不会掉，走到哪吸到哪，但脑袋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而且最近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痛，疼得他满头大汗，去医院做了脑部 CT， 但机器一直叫个不停。医生刚开始还怀疑他戴了发卡，经过多次检查，医生也震惊了，他脑袋里还真的有一个12毫米的东西，边缘看起来很锋利，就镶嵌在头骨上，距离大脑不到1毫米，如果穿破头骨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奇怪的是，头上并没有任何伤口，大妈也完全不记得这东西是怎么进入脑袋的。医生怀疑是小时候摔倒后，这东西就卡在了脑袋里，当时没注意，慢慢的伤口就愈合了。随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经过漫长的等待，医生成功把这东西取了出来，在体内存在了30年，表面都已经生锈了。那到底是不是吸铁石呢？经过分析这东西和吸铁石成分很像。专家说，这种金属一般都是用作加热元器件，像吹风机了、取暖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很难想象是怎么进入脑袋的。手术后大妈状况良好，再次进行 CT 扫描，机器也没有响。看着伴随了自己30年的吸铁石，大妈唏嘘不已，无独有偶，下面这个大爷脑袋里也有个东西。大爷脑袋里有一颗子弹，只要一思考，脑袋就会疼。子弹已经存在了40年，很多年前和朋友玩射击，被朋友不小心打到的，当时就做了手术，本以为子弹完整的取了出来，但由于最近剧烈头痛，去了医院，才发现脑袋里还有残留的碎片，专家都不敢相信他还活着。妻子很震惊说一直以为丈夫脑袋都是浆糊，没想到还真差点成浆糊。但是现在有个棘手问题，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3毫米，要想取出子弹，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由于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大爷也觉得本来子弹都在脑袋里待了40年了，也不差这几年了，对吧？和他一样，这个男人脑袋里有一颗螺丝钉，而且头上没有任何伤口，不记得怎么卡在里面的。他说之前被椅子撞到了脑袋，当时血流不止，去医院做了脑部 CT， 才发现脑袋里有一个2厘米的东西。不过还好，这东西只停留在了头骨上，医生认为可能是螺丝钉，但五金店老板表示自己没见过这种螺丝钉。母亲也很震惊说他小时候头上没有受过伤。和医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开展手术。几个小时后，东西终于被取了出来，医生认为是雨伞的伞头，确实非常像。他也说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拿伞打着玩，可能无意间就卡在了脑袋里。不过现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要我说，更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个大妈。大妈屁股上长了一块6厘米长的玻璃，玻璃已经存在了36年，她却毫无察觉，还说一点都不痛。直到一次健身的时候，突然屁股剧烈疼痛，检查过后才发现屁股里竟然有一块玻璃，玻璃距离肠道只有1厘米，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会伤到内脏，按说都会出现感染或者肿胀的情况，但大妈36年来没有任何症状。这就很奇怪了，那玻璃是如何进入身体的？大妈回忆说，年轻时有次不小心撞碎了玻璃门，当时就腿上扎了一个玻璃碎片，
其他地方没感觉到疼。万万没想到屁股上还有一个，就这样存在了36年。下面这个男孩也很神奇，他从8岁就开始脱发，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眉毛光秃秃的，下巴也干干净净，甚至连睫毛和鼻毛都没有。同学们嘲笑他是怪胎，这让他很自卑，不管去哪都要戴着帽子，连帽子后面的洞也要缝起来，永远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说走在街上，感觉别人都在议论他，甚至患上了抑郁症，休学了1年，即使在家里也要戴着帽子。母亲说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节目组带他找到毛发专家，检查了半天，终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根毛发。专家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治好的。听到这话，母亲激动的哭了，她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决定不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就祝他赶快自信起来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里3层外3层的打开，这不就是块石头吗？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叫龙涎香，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比黄金还要贵10倍，一克就能卖3000块。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没想到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这就很神奇了。上网那么一查，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这不一夜暴富了吗？工作人员闻了闻，确实没什么臭味，难道真的是龙涎香？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但村里老人说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哪来的鲸鱼便便说再多都没用。接下来直接找专家，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一番分析后，大叔满怀期待，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妻子安慰大叔，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那泡沫就给接了。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他也不废话，直接啃了一口。不仅如此，什么红薯、山药、西葫芦、土豆，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然后在表面打孔，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还要不断测试音准，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拿来了西瓜、鸡蛋和大葱。小哥轻蔑一笑，就这，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没想到还都吹响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一旦蔫了，音色就不纯正了，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同事都被震撼到了。不过要说奇人，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沙地上刻字，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相对来说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大叔说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1年下来呢只成功了2根，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现在都是用别人的，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黑长直是他的最爱。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小朋友都看傻了。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下面这个奶奶虽然没有大叔厉害，但也值得一看。90岁的奶奶经历过车祸后，腰板竟然变直了，之前在家里走路都要扶着墙，墙上还留下了一道痕迹，现在呢上楼都不费劲。专家都表示不可思议。奶奶说出车祸后自己当时就懵了，什么都不记得，醒来就变成这样了，就很神奇。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老人死了15年，身体却没有腐烂，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手指甲还在生长，连血管都清晰可见，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而已。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单独给她做饭，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节目组也震惊了，原来15年前奶奶突发疾病住院，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接着就断气了。奇怪的是，体温并没有下降，一直维持在36度，身体也不僵硬，除了没有气息外，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专家说，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干尸，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这种环境下没有
腐烂，就很不科学。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吃斋，一吃就坚持了50年，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很多人慕名而来，想要一睹真容，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都用瓶子接水喝。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他家的墙会哭，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整整哭了10天。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越到晚上哭声越大，搞得人心惶惶，顾客都被吓跑了。工作人员录下声音，找到了专家，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真是见了鬼了，难道墙是活的，它有心跳？大家才不信。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现在墙上打了个洞，内窥镜往墙里一看，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师傅被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只小猫咪，墙上都是抓痕，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节目组检查了屋顶，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通过手机观察，里面空空如也，猫咪不见了。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爬了上来。几天后，小猫咪果然出现了。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有长有短，最长的有2米，比他本人都高，有时出现在厕所，有时出现在卧室，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大小几乎一模一样。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老公当时在叠衣服，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他赶紧查看烘干机，里面却干干净净，毛都没有。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看着吓人。房子呢是他们租的，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难不成真的有鬼？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看了半天，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和头发确实很像，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那这到底是啥呢？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长度也完全符合。虚惊一场。好了，我是预备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嫂。大叔每天咬着1双筷子睡觉，还要在枕边准备1双臭袜子，不这样做的话就会遭到邻居投诉，因为每到深夜这座公寓就会传来怪异的声音，听起来像青蛙在叫，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这让公寓住户都苦不堪言。大家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打开灯后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这声音原来是大叔在磨牙，磨的那叫一个响，嘴角还不停抽搐。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牙都磨掉了半颗，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妻子因为受不了这事，跟他离了婚。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大叔表情凝重，没想到自己磨得那么深，磨得那么认真。朋友们也尝试帮他解决，等他磨牙的时候，脱掉袜子塞他嘴里，还会让他叼着1双筷子入睡，但都无济于事，磨牙反而越来越严重，也去过很多医院，结果把一个房间的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大家又带他来到大医院，医生都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这应该就是他磨牙的原因。最后经过治疗，大叔总算是改掉了磨牙的习惯。大妈来买香蕉，商贩却觉得他有病，只见他拿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直接带皮一起吃，这把商贩看得目瞪口呆，问他为啥要吃香蕉皮，他也不解释，觉得香蕉皮不过瘾，直接吃起了生板栗，看样子味道也不错，2口就能吃下一个。卖了这么多年水果，商贩哪见过这个，直接送给他了一些。回家后他就把带皮的水果挨个洗干净，猕猴桃带皮吃，这个我还能接受，橘子他也带皮吃，哈密瓜也是，但更夸张的是连鸡蛋都带壳吃，这我就接受不了了。闺蜜都很担心她，叫她来吃顿好的改善一下，没想到放着一桌子美食不吃，大妈却吃起了闺蜜吃剩的蟹壳，边吃还边嫌弃，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吃的不过瘾。接着又把闺蜜吃剩的鱼骨头用苏子叶包起来，几口就吃了下去。不得不说大妈嘴是真硬，到目前为止带皮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那她到底为啥要吃皮呢？大妈舔了舔嘴唇说，真的很好吃又有营养，这样吃了10多年了，身体也确实很健康，也没有什么消化道问题，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大妈在门上装了4把锁，还把电饭锅放在衣橱里，这么安全的家她却不住，整天推着婴儿车睡在公共厕所，婴儿车被严严实实包了起来，里面还时不时发出怪声。关键这大妈也没孩子，
问他里面是什么。大妈一句话没说，转身快速离开了。等再次遇到他，大妈正在吃猫罐头，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突然里面就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手，这才看清楚，原来里面还有一只猫。夜幕降临，大妈就来到公共厕所准备睡觉。为啥有家不回，天天露宿街头呢？沟通了好长时间，大妈终于讲话了，说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家里那个怪东西一直跟着她，还一直偷自己的东西，家里到底有什么让她如此恐惧呢？大家提议跟她一起回家看看，毕竟人多势众。大妈同意了。来到门口，大家就隐隐感觉家里确实不简单。大门被她装了4把锁，挨个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扇防盗门，上面还有2把锁。刚进来，大妈就赶紧用柜子挡住了门。屋里窗帘紧闭，没有一丝光亮。她甚至把电饭煲放在了衣橱里，说是怕有人偷。但真的有小偷吗？在大妈的同意下，大家安装了摄像机，看能不能抓到她说的那个怪东西。一夜过去了，没发现小偷，却发现了大妈的反常行为：整夜不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动作。白天大家问她为啥不睡觉，她指了指天花板，说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整夜嘲笑她。听到这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8成又是心理问题。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帮助下，大家说服她接受治疗。一番交流下来，医生说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会时不时出现幻听，应该是由于父母过世对她打击过大导致的，只要治疗得当，还是能好起来的。最后大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说会好好配合治疗，几个月后再见到她，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成为了一个正常人。大叔天天擦玻璃，却怎么都擦不干净，也不是爱干净，是因为最近换了窗户后，玻璃上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纹路，纹路非常清晰，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指纹，怎么擦都擦不掉。即使换了窗户，这指纹仍会重新出现，因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吗？装个监控看看吧。一夜过去了，怪物没出现，却出现了更怪的事，指纹凭空消失了。大叔却并不惊讶，说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只要是晴天，指纹就会消失，反之阴天指纹就会很明显。大叔说再等等吧。来到傍晚，这指纹果然准时出现，有人怀疑是傍晚室内外温差变大，从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但这东西根本擦不掉，而且只出现在这一块窗户上，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现象。那现在怎么办呢？大家去找卖家咨询，卖家说了一些有的没的，一副不耐烦的表情，最后说可能是厂家用吸盘搬运玻璃中留下的痕迹。大家又来到玻璃厂家，果然就看到了这种搬运玻璃的专用吸盘，吸盘也确实会在玻璃上留下痕迹，但这种痕迹是能擦掉的，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样。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不能说是很像，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厂长解释说，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大家隐隐感觉这层油纸可能就是谜团的关键。带着油纸找到专家，专家分析半天，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刚开始纹路还是能擦掉的，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环境中存放时间一长，这纹路就会深深印在玻璃上，是很难擦掉的。工厂为了利益最大化，会把这种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点的窗户玻璃。恰巧大叔买的窗户玻璃就是用这种瑕疵品做的，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至于这纹路在晴天时消失，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知道了怎么回事，这下不用再换玻璃了。他给自家小香猪带上计步器，又装了个节食背带，准备给猪减肥。这只小香猪几个月就长到了180斤，2个男人都抱不起来，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还长出了3下巴。本来是个迷你猪，结果现在一对比，主人变得很迷你。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就闪到了腰，实在没办法了，主人带它来到废品站，用这里的地磅来称重，整整180斤。这还是迷你小香猪吗？不是说好的长不大吗？想到当时卖家承诺的假一赔10，主人联系卖家售后，卖家表示可以赔10倍，首先把货退回来，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主人一想，不对啊，我这不就成养猪的了吗？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都有感情了。主人决定给它减肥，带上计步器，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刚走了2步，它就躺下了。本以为它至少能走30分钟，结果它要休息30分钟，看来运动不适合，只能让它少吃点了。用食物引诱它运动，结果主人却累瘦了。最后主人想到了一个绝招，给它制作了一个节食背带，前面吊上一根它最爱的胡萝卜。你别说，效果不错，它走路积极多了。几天后再次上称，减肥效果十分显著，整整减掉了半斤，而且很可能是上称前那坨便便的重量。用仪器一测，它的体脂率超过了85%。医生擦了擦口水，说这种猪吃起来很香，而不是这猪是很难减肥成功的。但主人并没有放弃，表示会一直陪它减肥，希望它能变回迷你猪。大妈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都封了起来，又在客厅放了4台空气净化器，24小时开着，说是为了保命。因为他家天花板一直飘来一股恶臭，闻着像腐尸的味道，把天花板上的孔洞封死后，臭味反而越来越大，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
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但这可苦了大妈了，经常被熏得睡不着，不得已装上了4台净化器，但并没什么效果。天一亮他就出门，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专家用设备分别检测了天花板和厨房，数值都很正常。随后来到卧室，瞬间数值爆表，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大妈说这是保湿霜，已经很久没用过了。拧开盖子，一股恶臭袭来，差点把专家送走。用仪器测了一下，数值超过了34。要知道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仔细一看，原来这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飘出来的。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让他误以为是天花板上传来的。大妈只是在家种了一个盆栽，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10多天就长到了3米。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顶端，一夜过去了，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据大妈介绍，这盆栽大有来头。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什么都没说，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说来也是奇怪，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认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从那时起，大妈每天精心照料，浇水都用山泉水。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名叫龙舌兰，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那就是一旦开花，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大妈显得很伤感，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大妈又恢复了笑容。1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龙舌兰真就开花了，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上面还泛着光，蜜蜂都被吸引来了，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6米。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都想来沾沾好运。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众人纷纷点赞许愿。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室温常年64度，平底锅不开火就能煎鸡蛋，水龙头出来的也都是热水，墙纸都烧焦了，往墙上泼水会发出滋滋的声音，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烫个水泡，工作人员踩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不仅如此，卧室的温度竟然达到了70度，这睡一觉还不就8分熟了，而且地暖早就关了，电源早就拔了，不可能是地暖问题，那会不会是电路问题造成的？节目组检查了所有电路，结果一切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大半热的根本睡不着啊，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是地狱之火。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非常高，这就很反常了。打开电表的瞬间就冒出了电火花，维修人员发现电表和配电盘之间没有断路器。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结构，而是钢架结构，当电表短路时，整个房子都是导体，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幸亏发现的早，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维修人员找到了粘在一起的电线，换上了新的电表，一切恢复了正常，这下可以凉爽的睡个好觉了。然而下面大叔家里发生了更离奇的事，他家的墙会拉屎，每天早上就会出现满墙的便便，有长有短，最长的有25厘米。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但是墙上是怎么拉上去的？有的位置比人都高，一般的小动物是做不到的。那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大叔说自己为人和善，从没和别人有过纷争，这种情况是半年前开始的。他还安装了监控，但一直没有拍到可疑人员，便便都是突然出现的。节目组请来专家，决定从便便入手。专家开始收集大便，他们要从便便里提取 DNA 来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的粪便。节目组也没闲着，架起了多个摄像机，全方位监控这条街。一夜过去了，便便再次出现，查看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从天而降的，没有拍到任何生物，这就很惊悚了。这时便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专家说是人类的粪便，而且还是女人的。那现在好办了，只要是人为的就一定可以拍到它。节目组安装了更多的摄像机，一夜过去了，果然有收获。录像显示便便是从他家对面飞出来的，还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大叔看到都懵了，说这是他家对过的邻居，名声很好的，从来没想过是他们做的。节目组拜访了邻居，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表示很不好意思，说可以帮忙打扫，以后会看住妻子，不会让她乱丢便便。大叔也很无奈啊，说本来想找到人要点赔偿的，想想还是算了吧，最后表示可以理解，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更好了。然而下面餐厅遇到了更灵异的事，
这家餐厅的橡胶手套每天晚上都会被撕得粉碎，形状非常不规则，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瞬间分解。店主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周了，非常诡异，想想就起鸡皮疙瘩，以至于早上开门都不敢一个人进去，等员工到齐后才敢进入。来到后厨一看，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员工分析，如果是动物的话，肯定会找东西吃，不会没事撕手套的。但是房间的食物并没有少，那会不会是人？工作人员试了下，根本撕不开，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店主想到了一个方法，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等明天看看有没有脚印就完事了。节目组也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第二天一早，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然而一个脚印也没有。查看录像后发现，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自己就裂开了，这很不科学。难道真的遇见鬼了？节目组找到专家仔细观察录像后说，手套应该是被臭氧破坏的。餐厅一般会用臭氧消毒，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可以轻松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结构。至于为什么只发生在晚上，是因为白天一直通风，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浓度高了就可以腐蚀手套。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密闭空间内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至此真相大白，一切只是个化学反应而已，只要晚上也把通风打开，就可以解决这个灵异事件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即使等到太阳下山，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检查了半天，结果呢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心里头更加不踏实。大家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来了几个工人就开挖，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再一看温度计，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实在太远，属实不太靠谱。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一听这说法，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有人还闹着要搬家，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一番调研之后，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但随着坑越刨越深，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专家们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工人们搭起钻探架，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钻探结果表明，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的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1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1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
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一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一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啊，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